普京又开始吹牛了，吹嘘俄军拿下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结果泽连斯基上去就是一巴掌，有胆子就过来当面谈。普京哪里敢接茬？更有意思的是，俄军搞了一场推演，专门推演怎么防御乌军登陆收复克里米亚。乌克兰也没闲着，秘密藏了4年的杀手锏全部亮相。美国鱼叉、挪威 NSM、瑞典 RBS-15，加上国产海王星、黑海连带克里米亚，全部都在乌克兰的火力网之内。到了这个时候，克宫还不消停，他们打算对波兰动手，为此准备了多种剧本，从空袭到地面入侵，再到复制克里米亚的小绿人，赌的就是波兰不敢还击，北约不敢应战。然而北约会坐等俄罗斯入侵吗？俄罗斯推演半天，最后能守住克里米亚吗？7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甚至还在电报上发了照片。俄军士兵在残破的建筑前举着国旗，一副我们已经赢了的架势，场面做的倒是挺足。电视新闻滚动播出 ，C 频道博主欢呼雀跃，仿佛一夜之间，俄军就完成了他们从2025年以来就一直没能完成的任务。普京很是得意，说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他还没得意完，就被泽连斯基逼到了墙角，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如果真的在你们手里，那你倒是来呀！普京当然不敢。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回应也是一如既往的嘴硬，又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又说要谈就去莫斯科谈，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害怕，我不过去，有本事你过来。这就是在告诉全世界，普京根本不敢踏进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步。说到底，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真如俄罗斯宣传的一样，那俄罗斯的动静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只有一个士兵举国旗的图片，说什么都要多录点视频，甚至再多来几次采访，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赢了。然而普京大概是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事实，这是无法被嘴炮遮掩的。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证实了一件事，确实有俄军步兵小队渗透进了城区，但是这又不是新鲜事。俄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渗透从2025年就开始了，他们的渗透虽然给俄军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城市一直都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乌克兰国防军第19军团更干脆，他们发布了一段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多个区域拍摄的视频，画面里乌克兰士兵守在城市各处，直接向全世界证明这座城市还在乌克兰人手里。 ISW 和 Deep State 先后给出评估，俄军渗透进城这件事没什么好反驳的。至于什么占领，两边的人把信息扒了个底朝天，连俄军的稳定阵地都找不到，那还谈什么占领？其实普京搞这一场占领秀就是专门演给特朗普看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特朗普在当天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普京算准了时机，提前一天召集指挥官们摆拍，就是为了在电话里跟特朗普吹嘘俄军正在全线推进，优势完全在俄罗斯这边，所以你们美国也别想着帮乌克兰了，把美国总统当傻子骗，这操作也就普京干得出来。面对打脸，俄罗斯又使出了新招数。7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突然提出，从7月6日12点开始，要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实施6小时停火，以便移交阵亡乌军士兵的遗体，并且敦促乌克兰在7月5日中午前回复。这操作乍一听好像还挺人道主义，但大家仔细品一品，估计能察觉到一些不对劲。这其中的门道可太深了。你在一个压根没被你占领的城市，要求乌军停止炮击，让你移交遗体，这逻辑本身就是个笑话。既然你说完全占领了这个城市，那为什么还要停火？俄罗斯难道不知道这逻辑说不通吗？他们当然知道，所以这出戏码的真正目的是让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停手，因为正是无人机的精准打击，才让俄军无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站稳脚跟。俄军步兵渗透进来一批，无人机消灭一批，再渗透一批，再消灭一批，所以俄方想用停火来给自己的步兵争取喘息的时间，这也是俄罗斯惯用的手段。一旦乌方停火，俄军就可以利用这6小时的窗口，大规模渗透，巩固阵地，从而建立对城市的实际控制。什么停火，全是趁机给下一步攻势攒家底的窗口罢了。如果乌克兰拒绝他们的停火提议，俄罗斯就可以在舆论场上倒打一耙。大家看，乌克兰人连自己阵亡士兵的遗体都不要，这也是俄罗斯的老套路了。先制造一个谎言，再用这个谎言去攻击对方不配合谎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不需要乌克兰有什么回应，就能自动完成一整套流程。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场闹剧告诉我们，俄罗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就想靠撒谎和演戏来凑。但谎言终究是谎言，演戏终究是演戏。当泽连斯基把你敢过来吗这个问题摔到普京脸上时，克宫根本不敢应声。就在普京忙着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编故事的时候，另一条战线上发生的事恐怕更让他睡不着觉。俄罗斯的军事策划者们正在秘密地做一件几年前他们绝对想不到要做的事，演习如何防御乌军登陆克里米亚。是的，大家没听错，2014年用小绿人偷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现在正在拼命练习怎么防止别人把它抢回去。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军事评论员预备役上校维克多·穆拉霍夫斯基在他的电报频道上亲自披露，他参与了一场指挥参谋演习，参加演习的全是俄军预备役和退役军官。这帮人凑在一起，正儿八经地推演了一个场景：乌军从敖德萨方向发起两栖登陆，目标直指克里米亚。说起这场演习，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设定简直是把恐惧赤裸裸地摆在了桌面上。霍拉莫夫斯基描述了演习的全过程。首先有一点很重要，这个推演模拟的压根儿不是从前那种登陆的经典画面，比如几百艘登陆舰浩浩荡荡冲上岸，而是围绕快速攻击艇、无人机等展开的登陆作战。这说明在俄罗斯的构想里，乌克兰人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诺曼底登陆，他们只需要派出一大群无人机，发射一堆精确制导导弹，再加上几艘快艇，就能让克里米亚的俄军焦头烂额。穆兰霍夫斯基还分享了一张用苏联时代 SK-32 坐标系统绘制的地图，地图上蓝色箭头代表乌军推进方向，他们从敖德萨和黑海西北部出发，沿着多条推进轴线直指克里米亚，红色防御阵地则环绕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北部和东部以及刻赤海峡。整张图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乌克兰真的要来了，而且是从四面八方来。死脑筋快动，怎样才能保住克里米亚？最有意思的还是这次演习的代号——克里米亚觉醒。觉醒？谁觉醒？是俄罗斯终于意识到克里米亚不再安全了，还是他们终于从10多年的美梦中惊醒，发现这个黑海明珠正在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俄罗斯能够推演克里米亚登陆相关的场景，已经充分表明了克宫对失去克里米亚的恐惧。这场演习也代表着他们已经认输了，不得不承认以前死都不敢承认的事实：克里米亚不再安全了。这还要多亏乌军对克里米亚持续不断的打击，桥梁、燃料库、雷达和防空系统、军用机场无一幸免。一个两个可能还不算什么，但所有的打击加起来，足以把克里米亚从一个安全的后方基地变成俄军后勤链上最脆弱的一环。现在的克里米亚别说为俄军提供后勤补给了，能保住自己都是一个奇迹。停电和燃料荒无需多言，最关键的是，据费多罗夫的透露，克里米亚关键路线上的军事交通减少了71%，因为缺少后勤补给，在南部一些地区，俄罗斯的步兵甚至要徒步走30公里才能到达前线阵地。30公里，在完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负重行军，这仗还怎么打？与此同时，据游击组织阿特什透露，克里米亚的俄战当局已经下令，克赤和费奥多西亚港口在这几天里赶紧撤离贵重文件和设备。那些亲俄官员们突然生病，一个个的全开始请病假，匆忙逃往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逃跑撤离，这不就是溃败的前奏吗？所以现在的克里米亚对普京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战利品了，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如果要守住克里米亚，就势必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很有可能要分散其他战线的精力，让本来就不好过的俄军更加难以应对前线的乌军。如果要放弃克里米亚，那比杀了普京还难受，等于让他亲手放弃自己曾经的功绩。所以在火力军看来，乌克兰可能都不需要发动大规模两栖登陆，他们只需要继续执行后勤封锁，就足以让克里米亚崩溃。没有燃料，没有电，没有补给，半岛上的俄军以及装备就是摆设。俄罗斯搞这场克里米亚觉醒演习，恰恰证明了一件事：乌克兰正在一步步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的奖杯变成俄罗斯的坟墓。但乌克兰手里的牌还不止这些。就在7月4日，泽连斯基视察敖德萨期间，乌克兰首次公开了藏了4年的秘密武器——美国鱼叉和挪威 NSM。目前，乌克兰海军公开运营着4种不同的反舰导弹系统，分别是国产的海王星、美国的鱼叉、挪威的 NSM 以及瑞典的 RBS-15。海王星的战绩赫赫有名，是击沉莫斯科号的大功臣。瑞典的 RBS-15在4月才投入实战。最值得说到的就是鱼叉和 NSM。乌克兰2022年接受鱼叉之后，五角大楼官员早就证实他参与了实战，至少击沉了2艘俄军舰艇。按照官方数据，这款导弹能在海平面及低空飞行，采用主动雷达制导，射程130到240公里。后期的 Block 2型号还增加了 GPS 导航，不仅能打军舰，还能打击沿海和港口基础设施。但4年以来，乌克兰海军把发射车的影像藏得死死的，所有官方视频里，发射器要么被模糊处理，要么直接不出镜。打了4年仗，全世界都知道乌克兰有鱼叉，但谁也不知道乌克兰的鱼叉长什么样。这次终于揭开了面纱，一辆卡车底盘上搭载着4连装导弹发射筒，但真正让克宫头皮发麻的是旁边那套 NSM。2022年的时候就有关于 NSM 可能转移的传闻，但乌克兰从未正式确认过交付，结果这次直接公开亮相了。这很可能是乌克兰最先进的反舰导弹。这款导弹的基础参数其实都不算特别亮眼，关键在于它的末端制导。NSM 在末端阶段采用成像红外导引头，能够自主识别并锁定特定类型的目标。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导弹飞到最后阶段，不是傻乎乎的冲向一个热源信号，而是自己看目标长什么样，最后挑最重要的那个打。同时它还具备先进的末端阶段机动能力，就是快打到目标的时候还能突然变向，让防空系统根本来不及反应。
而且它不仅能打海上目标，还能攻击陆地目标。简单来说，它飞得又快又低，雷达看不见，电子战干扰不了，末端还能自己识别目标，还能水陆两用。俄罗斯黑海舰队那堆老掉牙的防空系统，在 NS 面前就跟摆设一样，甚至拿去打克里米亚应该都不是问题。然而这才哪儿到哪儿，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还要进一步加强海军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后面还有更狠的。这也意味着黑海的力量平衡已经被彻底改写。虽然乌克兰的海军舰艇力量在开战初期损失惨重，但乌克兰现在展示的实力足以让俄罗斯的海军力量龟缩在港口里不敢出来。那么俄罗斯的海军有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一个乌克兰就足以让普京焦头烂额。然而俄罗斯还在密谋一件更疯狂的事，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波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多次向华沙发出严厉警告，俄罗斯正在策划针对波兰领土的武装挑衅，而且这个挑衅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发生。这是美国情报系统盖章确认的威胁评估，目的只有一个：升级局势，迫使美欧削减或者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俄罗斯赌的就是，如果北约东翼真的出了事，欧洲国家第一反应不是跟俄罗斯硬碰硬，而是先把手里的乌克兰援助停一停，把精力放在自己家门口。说白了，就是想把波兰当成人质，逼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他们正在考虑的剧本，那叫一个似曾相识。首先就是用无人机或导弹袭击波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发电站、电网这些，凡是能让波兰社会陷入混乱的，都可能成为目标。或者不来真的，单纯的模拟大规模空袭，逼迫波兰启动防空系统，看看北约的防空网络怎么反应，然后再倒打一耙。我只是模拟一下空袭，你怎么就开机了？是不是在备战？是不是想打我们？那就别怪我动手了。还可以派遣地面部队直接越境，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或者白俄罗斯方向派一小股部队进入波兰领土，借口也好说，比如 GPS 导航故障了，我们士兵才会不小心越境的。比如我们有直升机发生故障落到了波兰境内，现在要去救援。最有可能的还是克里米亚剧本重演。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用小绿人偷来了克里米亚，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突然出现在半岛上，莫斯科一脸无辜地说，那不是我们的兵。按照这个剧本演的话，到时候就是不明身份的军事人员突现波罗的海，没有徽章，没有标识，不承认自己是俄军，干的全是对俄罗斯有利的事。但这一次剧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俄罗斯的算盘打得太精了，精到让人想笑。因为莫斯科的这一局赌的就是他们动手之后，波兰不敢开枪回击。普京天真的以为，如果他们动手，在美国的压力下，波兰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武力回应，然后俄罗斯就可以在谈判桌上提出条件，想要俄军撤出波兰，那就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然后俄罗斯就成功取得一场胜利。这一波操作简直是把空手套白狼写在了脑门上。俄罗斯甚至还准备了甩锅方案，如果计划不顺利，就把责任推给乌克兰。刚好最近波兰和乌克兰因为历史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趁机甩锅再挑拨一下，没准就能拆散波兰和乌克兰。但这套把戏能成功吗？答案是做梦。普京最好想清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措手不及的乌克兰，而今天他面对的是一整个北约。一旦俄军真的踏上波兰的土地，哪怕只有分毫，触发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到那时，普京要面对的可能不只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了，而是整个北约的怒火。英国已经放话了，要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德国也给了回应，只要俄罗斯敢动手，那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克拉半岛乃至黑海都别想安上。而且我们还要考虑一点，俄罗斯的主力部队全被牵制在乌克兰，普京已经没有那个资本能去挑起一场新的战争了。即便俄罗斯真的有这个胆量，冒着风险去打，他们国内的情况也不允许。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全俄民意研究中心在6月底的调查显示，普京的信任度在1周内暴跌了3.4个百分点，降至 73.3%， 工作支持率暴跌3.5个百分点，降至 66.9%， 这是自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最严重的跌幅，连官方民调都盖不住这个跌幅了，可想而知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说到底，俄罗斯的民众不想再打了，燃料荒、停电、物价飞涨，排队加油的队伍从太空都能看到。俄罗斯人自己的生活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们甚至都在盼望着乌克兰的战争赶紧结束，谁还有心思去管波兰？国内到了这种地步，普京居然还想去捅北约的马蜂窝，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已经走投无路到什么都敢干了。内外交困这4个字已经写在了俄罗斯的每一个剧本里，而普京在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在测试俄罗斯民众对他的忍耐度。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人还能忍耐多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真的会对波兰动手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